Hello，大家好，我是小白。这个影片跟大家分享怎么样用 Excel 制作一个动态仪表板。好，这个影片我们的目标就是想要把这里的所有资料，总共有600多笔，把它转换成一个 Excel 的动态仪表板。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些资料。这些资料是我上一个影片从哈号网站爬取下来的所有课程资讯。其中包括了每一堂课它的开课年份，还有每一堂课它的类别，以及课名、作者、价格、预购价、贩售数、总时长以及收益。那收益的部分我是简单的用预购价去乘以贩售数做计算的。好，那把它转换成 Excel 的动态仪表板之后，我们就可以非常容易的去做分析。可以看到这里有4张图表。第一张图表它列出的是作者总收益的前10名，第二张呢则是每一年开课的课程总收益，第3跟第4张分别是各个类别的收益比例，以及各个类别的平均售价，还有它的平均预购价。那我们也可以在上面的地方做调整。现在显示的是包含所有年份跟所有类别的课程资讯。假设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只有在2021年开课的课程资讯，那我们就点这个2021。那现在显示的作者总收益前10名就是只有在2021年开课的作者总收益前10名哦。课程总收益也是只有在2021年开课的课程总收益，下面的也是一样。那如果我们想要知道的是2020，就点2020，它就会列出来。那2019它就会列出来。这边我们也可以做多选哦，这里有一个多选的选项，把它按下去。那我们就可以做多选，假设我这里再按一个2020，那现在显示的就是包含2019跟2020开课的课程资讯。在类别的地方也是一样，我们可以做选择，假设我这边选一个城市，那现在列出来的呢，就是要符合在2019跟2020开课，而且它的类别是城市的资讯哦。那这边一样，我们可以做多选。好，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动态仪表板哦，可以让我们非常快速、清晰的去了解这些资讯，去做分析。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首先呢，我们要先把这里的资料转换成一个表格，所以我们到上面插入的地方点选表格，点选表格之后，它会自动把我们的资料范围选取起来，我们直接按下确定。好，按下确定之后，这里就会变成一个表格。接着呢，一样到插入的地方找到枢纽分析表，或是你的可能叫做数据透视表。这里它分成上下2块，我们点选上面这一块，然后直接按下确定。按下确定之后，它会跳出一个新的工作表，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工作表去设定想要分析的东西。可以看到右边这边有非常多的东西可以给我们做选择。那我们第一个要分析的是作者总收益的前10名。作者总收益的前10名，我们要分析的话，就要有作者跟收益的资讯嘛。可以看到这里有作者，也有收益。那其实这边的这些东西哦，就是我们资料的标题部分。OK， 资料的标题部分。好，那我们是想要分析作者收益的前10名，所以我们把作者往下拉。可以看到这边有4格。那我们把它拉到左下角这一格，拉过来之后呢，它就把这边就把所有的作者名字写出来了，它把它写成一个直排。接着我们要把收益也往下拉，那我们把它拉到右下角这一格，这个直的地方。OK， 拉下来之后可以看到这里，它就把每一个作者收益的加总对应起来了，每一个作者他收益的加总对应起来。那如果这边你不是想要知道每一个作者他收益的加总，假设我们想要知道的是他收益的平均，或是他收益最多的是多少，那我们也可以到这个地方，然后按下去。这里有一个值栏位设定，
这里就有非常多，比如说你想要的是平均值，你想要的是最大，或是你想要记它有几个，最小或是成绩等等的，就依照你的需求去做选择。那这边我是想要它的加总嘛，所以我们就选择加总。那这边如果我们把作者拉到右上角这格的话，它就会变成横的哦。作者就会写成横的，它对应到的值收益加总就会写在下面，作者收益加总，作者收益加总这个样子哦。所以在右上角这格就是写成横的，在左下角这一格就是写成直的。OK。这边他把每一个作者的收益加总都列出来了，但是呢，我们并不需要这么多嘛，只希望他筛选出收益加总的前10名就好了。那我们想要做筛选的动作，可以到这个地方有一个下箭头点下去，然后我们到这个值筛选的地方，然后到下面这里有一个前10项点下去。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设定你要根据什么东西来做筛选，然后你要筛前几项。那这里我们就根据收益的加总，然后筛选前10项。好，按下确定。那它就会只剩下收益加总前10名的这个作者。好，接下来就可以把它转换成一个图表了。一样到插入的地方找到枢纽分析图，或是你的可能叫做数据透视图。一样它分成上下2块，直接点选上面这个，就可以在这里选择你想要的图形样式。那这里我用横条图。好，我把它拉大一点。那因为我用不到这2个按钮，所以我把它隐藏起来，按右键可以把它隐藏，按右键把它隐藏。好，那接着我们可以在加的这个地方做一些调整，像是坐标轴的部分，我觉得水平坐标不需要，删掉。然后图例跟格线也都不需要。然后要加上资料标签，所以把它打勾。好，这样看起来就好多了。那如果你想要改变图形的样式，可以到这个毛笔这里选择一个你喜欢的，这里我就不改了。那可以看到这个收益加总的部分，它是直接把值写在这里吗？那其实这样子写的话是非常的不直白，因为呢我们很难一眼就看出这个数字到底是多少，所以我把它的格式改一下，选取起来，然后呢我们在通用格式的这个下拉的地方找到其他数字格式，然后我们用制定。我想要它看起来是几万几万这个样子，所以呢这里我就可以写0惊叹号点0逗点万。好，按下确定。这样子看起来就比较直白了嘛，看起来就舒服多了。那我们想要让它按照收益的大小，大到小做排列，所以呢这里我一样再按一下这个地方，然后呢我们可以到这个更多排序选项的地方，选择，这里我选择递减，然后呢我希望的是收益的加总做递减，按下确定。 OK， 那可以看得出来是反了，所以呢一样再来一次，改成递增。好，按下确定。 OK， 那这样看起来我们的第一个图表就完成了。上面的标题部分改一下，作者收益 Top 10。 好，然后呢我也把这个工作表名称改一下，改成作者收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再新增一张工作表，那我把它的名字改成仪表板。 OK， 那我们就可以把刚刚的这张图表复制过去，我们点它按 Ctrl 加 C， 然后到仪表板这里 Ctrl 加 V 贴过来，大小再做一下调整。
好，那其实接下来要做的动作就是一直重复哦，把另外3张图表也制作出来。我们来看一下，还剩这3张，先来做这个每一年的课程总收益。那这里我直接把作者收益的这个工作表复制一份，我们按住 Ctrl， 然后移动这个工作表，放开，它就会复制一份一模一样的工作表给我们。我把它名字改一下，改成课程总收益。好，那这里要分析的东西也要改，就不是作者了，要把它改成年份，移下来。那值的部分一样是用收益的加总。这个图表的部分也要改，我们可以点右键，然后变更图表类型，用的是折线图，然后用这个有点点标示的，按下确定。好，一样做一些调整，名字也改一下，课程总收益。然后呢，这里坐标的部分，垂直坐标加上来，格线也加上来。资料标签的部分，把它移到上方。好，这样看起来好多了。再调整一下。那一样有这个数字非常不直观的问题嘛？不过呢，这次的数字如果再用几万几万的话，还是会很乱哦。因为呢，它已经到几亿几亿了，所以我们这边就一样把它的格式改一下，一样选择这个其他数字格式，然后制定。我们要把它改成几亿几亿，就可以写0惊叹号点00逗点逗点亿。好，这样子看起来就舒服许多了，直观许多。好，一样复制起来，到仪表板这里贴上，大小做一下调整，再小一点。OK， 这样差不多。那接下来要做的是类别收益的比例。这边一样，我们直接复制一份工作表 ，Ctrl 按住，拉过来放开，名字改成类别收益比例。这边要分析的就不是年份，是类别。值的部分一样是收益的加总。然后图也改一下，这里用原型图里面的直目原型图。标题改成类别收益比例。这里可以看到它值的显示是直接把收益的加总显示在上面，不过我们想要它显示的是百分比。如果想要它显示百分比的话，可以在这边按右键值的显示方式，把它改成总计百分比。OK， 这样看起来就好多了。然后再做一些调整，自动 OK， 这样不错。不过呢，可以看到很奇怪的是，它的其他居然占了 46%， 占这么多。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它做排序哦，所以把它排序一下。这里我们用递减的方式，然后用收益的加总来做排序。OK， 那这样子排的话，它就会把最低趴数的类别放在其他，这样才比较正常嘛。OK， 好，做好之后一样复制起来，到仪表板这里贴上，大小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OK。再来就剩最后一个图表了。最后一个图表是类别的平均售价跟平均预购价。
好，一样我们就直接复制一份工作表 ，Ctrl 按住拉过来放开，名字把它改成类别、平均、价格。那这里可以发现右边的栏位不见了，右边的栏位不见，我们可以在这里按右键显示栏位清单，它就会出来了。好，这里要分析的是类别，但是没有收益，是预购价，是价格跟预购价。那这边要用的不是加总，我们要分析的是平均，所以把它改成平均。预购价的部分也是改成平均。那图形的类型使用的是直条图。OK， 调整一下，名字改一下，类别、平均、售价以及预购价。好，那我们也把它排序一下，我们来根据售价来做排序。那我们就点这个下箭头，然后更多排序选项，用递减的方式。然后呢是根据售价，也就是价格，按下确定。OK， 那它就由高到低做排序了。好，那这边应该是没有其他要改的，我们就直接把它复制起来，一样到仪表板这里贴上，大小再做个调整，这样子就差不多完成了。如果你觉得这些格线很丑的话，可以到检视这里把格线删掉。OK， 那我们还缺少2个东西，一个是年份的筛选器，一个是类别的筛选器，所以我们来新增它。随便点选一个刚刚的工作表，然后把右边的栏位叫出来。我们想要有年份跟类别的筛选器嘛，那我们就到年份这边按右键。新增为交叉分析筛选器，点下去，这样子就会多出一个年份的筛选器。类别一样，按右键新增为筛选器，这样就会有一个类别的筛选器。那把它选取起来，然后 Ctrl 加 X 剪下，到仪表板贴上。OK， 可以看到年份跟类别的筛选器，它里面按钮都是直的嘛。都是直的。如果我们想要让它变成横的话，可以点选它，然后到上面的交叉分析筛选器，这边有一个这个值可以做更改。现在写的是1的意思就是说一横排只会有一个按钮。那如果我们想要让它一横排有4个按钮，这边就设定成4，它就会一横排有4个按钮。好，把它调整一下，把它放过来。空间好像有点不够大，所以我把这些都往下移一点。再调整一下。OK， 那这边也是一样，因为这里类别有12个，所以我让它一个横排有6个按钮。一样调整一下 OK， 那我们是想要这个筛选器跟这些图表做联动嘛，所以呢我们就对它点右键，对这个筛选器点右键，然后有一个报表连线，在这里你可以设定这个筛选器它要跟哪一些图表做连线。那我是希望年份的筛选器跟所有的图表都做连线，所以呢全部都打勾，按下确定。那这时候我们按2021，它就会做联动咯，全部都做联动。好，那再来是类别，我们一样按右键报表连线。这里我只希望类别的筛选器跟课程总收益还有作者收益做联动就好了，下面这2张图表不需要，所以我就勾选作者收益还有课程总收益，按下确定。那我们在这边做选择的时候，就只有这2张图表会做联动，下面的这2张不会。OK，
这里就可以根据你的需求自己去做设定。好，那就差不多都完成了。这里我把它全部都选取起来。如果你想要让它有其他的样式，比如说我们想要绿色系好了，那我就把它全部都改成绿色的，这边一样，我们可以按右键填满颜色。哎呦，怎么只有一个？按右键填满绿色系，这里也一样，填满。然后呢，这边我也把它全部改成绿色系的。这个把它改成灰色。好，所以呢，颜色你也可以自己去做调整哦。那这个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里咯，我们就完整的把资料把它转换成一个 Excel 的仪表板，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很快速的去做分析。哎呦，这里的值有些没改到，我把它修正一下，作者收益的值，先把筛选清除掉。哎，果真我应该要先把这边的所有值先把它的格式改掉，再做筛选哦，不然有些会已经改到了，那有些没改到。好，我把它全部改成几万几万的格式，全部都改好之后再做筛选，前10项。OK， 那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好，没有问题了。OK。所以呢，如果你之后有拿到资料，或是说你现在手边就有资料的话，就可以马上来玩玩看哦，把资料把它变成一个仪表板。好，希望这个影片有帮助到大家，那我们就下一个影片见啦，拜拜。